楊冪39歲，趙麗穎38歲，走了14年，終於活成了兩個方向。11月的娛樂圈總有點風聲鶴唳的意思，無論外界的熱鬧如何更迭，有些名字只要出現，就能立刻讓整個網絡沸騰。楊冪39歲，依舊能憑一條深 V 亮片長裙穩穩佔據熱搜前排，鏡頭掃過，她像一串打翻的鎂光燈，不管願不願意，她就是天生的焦點。趙麗穎38歲，白西裝一上身，氣質乾淨的像山間一口冷泉，妝容帶着淡淡焦糖栗子色，一眼看過去是那種不需要誇張裝點就能讓人記住的白月光。一個熱烈外放，一個收斂內沉，一個把存在感寫在臉上，一個把鋒芒藏在皮膚下。這兩個人在華語娛樂黃金10多年裡，幾乎伴隨整個行業起伏，是當之無愧的雙絕頂流。他們沒有正面交鋒，沒有真正意義的對手戲，卻被時代推着放在了同一個坐標軸上。網友們比，營銷號比，平台比，甚至品牌也比85花之爭的核心，從來繞不開楊冪和趙麗穎這兩個名字。而如今30多歲的他們，已經走上完全不同的路。兩個出發點決定了兩種走法。楊冪的起點帶着北京女孩特有的文化土壤和資源，4歲拍戲，5歲演星爺電影《武狀元蘇乞兒》，10幾歲就有人說她有鏡頭緣。她的成長路徑是典型的童星科班花旦的直線道路，順得不能再順。18歲演郭襄那會兒，已經是未來可期的代表。《仙劍3》讓她爆紅，宮鎖心玉讓她成了國民級現象。她的臉，她的聲音，她的台詞，她的一顰一笑，都是人們追劇時代最具記憶點的符號。彼時的楊冪是古偶女王流量密碼85花領頭羊，趙麗穎的起點則是另一種命。河北農村的姑娘，中專讀的是空乘專業，卻因為家境而無法真正實現夢想。她賣過產品，做過銷售，她在娛樂圈的起跑線幾乎等同於零。她是典型的逆襲型女演員，沒有背景，沒有學歷加成，沒有第一眼驚豔的明星臉，甚至有導演很直白地說，圓臉當不了女主。雙引號，她從丫鬟演起，從被忽略的小配角開始，一步一步走上來，能堅持下來本身就是奇蹟。這兩個起點已經注定了他們在娛樂圈裡選擇的路完全不同。命運交叉點，從被認錯開始的隱形較勁。2011年是他們命運第一次發生交集的一年。楊冪憑功火到全國皆知，樣子、妝容、風格一夜之間成為潮流模板。同一年，趙麗穎在新《還珠格格》演晴兒，角色不算特別突出。有一天，她發了張自拍，評論區全在說楊冪好美。趙麗穎直接急了，為什麼總把我認成楊冪？追星不看臉的嗎？雙引號，這一句話讓粉絲大戰瞬間引爆，輿論從那一刻起把他們強行捆綁在同一條線上，一比就是10幾年。這種綁定不是惡意，而是一種時代自然形成的對照效應。同齡、同類型、同在黃金期爆紅，又恰好站在兩種美貌體系、兩種演技路線、兩種人生策略的兩端。網友說得好，他們不是競爭，而是被時代選擇了碰撞。雙引號。楊冪把世界當舞台，活成了女頂流的標準答案。如果要選一個人代表2010年至2020年這10年流量時代的女性象徵，那必須是楊冪。她不僅是演員，她是時代的女老闆、流量操盤者、商業奇才。她是國內最早做到明星加公司加投資的先鋒人物。家行時代，楊冪憑一己之力帶火新人，也帶着公司吃下一次又一次行業紅利。對賭、商演、廣告，她一點不避諱。
她懂營銷，也敢營銷。她的名字是整個娛樂行業的流量指標。熱搜因為她變得常態化，品牌因為她有了轉化公式。即便被嘲、被罵、被討論，她依然是一個極具商業價值的人物。二，她的流量是全網公認的穩，出席活動永遠能佔一組熱搜，紅毯穿什麼都能成為話題。影視作品不論風評好壞，都是現象級數字。這種能力是流量時代稀缺且不可替代的。三，她的野心從來寫在臉上。楊冪從不把自己藏起來，她知道鏡頭是她的家，她喜歡舞台，也享受被看見。她的世界觀是開放的、外放的、敢的，所以有人愛她，也有人罵她。她就是一個被時代打磨出的鋒利符號。四，趙麗穎把舞台當修行，從偶像到實力派的教科書式逆襲。趙麗穎上升的速度比楊冪更慢，但她的後勁是業內公認的嚇人。一，她紅得比誰都穩，比誰都踏實。陸貞傳奇讓她成名，花千骨讓她爆紅，成為全民討論的電視劇女主。但她沒有像其他流量一樣繼續走仙俠偶像甜寵的老路，她掉頭去了現實主義創作。這一掉頭讓整個行業和網友都重新審視了她。二，知否是她作為演員的分水嶺。明蘭的忍、算、痛、掙扎是趙麗穎演技第一次全面意義上的綻放。她不再是圓臉甜妹，她成了有層次、有火候、有表達的女演員。那年白玉蘭提名，讓她真正進入專業視野。後來的風吹半夏、幸福到萬家更是直接把她送到行業頂端。三，她成為85後第一個雙料視後。金鷹、飛天雙提名雙獲獎，這是實力派演員的最高認可。她完成了從偶像女主到實力派女演員的華麗轉型。趙麗穎的成功是時代最勵志的樣本。五，輿論場，一個越華麗越被罵，一個越沉默越被誇。網友對這兩人的評價永遠是兩極。楊冪被看見的優越，伴隨被放大的爭議。隨便穿個裙子能上熱搜，被誇也被罵。演電影換個造型，會被輿論議論一整天。甚至戀愛、友情、妝造、走位都是全網討論的焦點。對他來說，沒有討論才是最大的危險。雙引號，他被外界塑造成一個娛樂圈頂層玩家的形象，尖銳又光亮。所以有人說，楊冪太商業了。雙引號，楊冪太像楊冪了。雙引號，她永遠在角色外面。雙引號，但同時也有人說，她是頂流時代最聰明的女性。雙引號，她比誰都明白怎麼活在鎂光燈裡。雙引號，她的存在是價值本身。雙引號，趙麗穎越低調越高級的反向魅力。趙麗穎越不說話就越被誇，越不營業就越被視為踏實做演員。她不強求關注，卻總能靠作品回歸輿論中心。網友對她的評價常常是：趙麗穎不像趙麗穎了。雙引號，她變得越來越有內味了。雙引號，她是演技派裡最努力的那種。雙引號，這種沉默式成長反而讓她站得更穩。六，醬園弄的風波，兩人評價再次被對比推上風口。陳可辛的醬園弄本來是行業大事件，兩人都參演，自然引發更多比較。楊冪突破角色，被讚又被質疑。她演的底層女球，形象顛覆亂發，髒臉，灰土土的衣服。風評一開始很好，楊冪終於敢撕掉漂亮濾鏡了。但後來有傳聞她戲份被剪，網上流出片場她質問工作人員的視頻：“我的戲份為什麼被剪了？”雙引號，瞬間衝上熱搜。有人說她委屈，有人說她耍大牌，還有人說她上不得台面。無論真相如何，她就是每次都站在輿論爆點中央。趙麗穎
角色體面，風評卻微妙。她演的民國女作家造型優雅，但被部分網友誇張挑刺，台詞僵硬，不像民國人，狀態太緊繃。宣傳期她極低調，只在合影裡點頭微笑。與章子怡的互動被放大到無數倍，分析貼、陰謀論層出不窮。輿論再次陷入楊冪被剪 vs 趙麗穎被冷落的對立。實際上，這些爭議並非來源於本人，而是源於觀眾對他們的固有印象。楊冪太亮，趙麗穎太穩，亮的被盯着，穩的被挑着，這就是命。2025，他們終於走向兩個方向，也不再需要贏過誰。當時間來到2025年，兩人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。楊冪，時尚場裡的永動機，影視裡的新探索者。她的朵拉頭被全網嘲，卻硬是靠臉靠氣質炒到了新流行。她還是紅毯焦點，還是品牌寵兒，還是全網討論度最高的85花。沒有一頓火鍋解決不了的事中，她演妖姬是此前從未嘗試過的類型。業內不少評論認為，楊冪終於開始演角色本身，而不是演楊冪。她的事業路徑變得更鬆弛，卻也更自由。她不再是那個把發言寫在臉上的楊冪，而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楊冪。趙麗穎越沉靜越鋒利，像秋風一樣的存在。她拍喬妍的心事，整個人縮進角色裡，不濃烈，不張揚，卻讓人揪心。她現在的氣質從少女感褪去，換成一種沉穩溫柔的力量，少言寡語，卻穩得像一棵樹。她不求曝光，不求一夜爆紅，她的每一步都像修行。網友評價：從爭第一變成各自成山。以前網友爭得最激烈的問題是，85花第一到底是誰？雙引號。有人說楊冪是流量天花板，有人說趙麗穎是口碑第一，有年份甚至一天能有幾十條關於他們的對比熱搜。但到了2025，網友風向變了，評論裡常常看到，他們已經不是對手，是兩座山。雙引號。楊冪的光是外放，趙麗穎的光是內藏。雙引號。他們不像彼此，但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樣子。雙引號。35歲後的女性終於可以不被比較了。雙引號。越來越多網友意識到，他們根本不是同一條賽道的人。楊冪的一條微博被稱為世紀和解，但其實是兩人終於放下了。2024年10月26日，喬妍的心事上映當天，楊冪突然發了一條微博：謝謝那麼多楊冪替我第一時間包場。電影從立項到上映不容易，祝喬妍的心事焚城都大賣，好市場要大家一起撐。雙引號。短短幾句話，卻讓網友炸開鍋。85花世紀和解，10幾年的對手終於互相支持了。雙引號。可如果讀懂他們現在的狀態，會明白，這不是和解，不是冰釋前嫌，不是誰認輸誰讓步，這是兩個女人終於不用再比了。楊冪不再需要用紅毯妝造維持熱度，趙麗穎也不再害怕別人說她變了，不像以前了。他們的精彩不再依附於對方存在，他們的價值也不需要互相襯托。寫在最後，他們不是和解了，是終於都活得像自己了。14年，兩人都經歷過被捧、被踩、被誤解、被比較，也都經歷過人生的起落、事業的高低。但到了現在，你很難再說誰贏了誰輸了。楊冪依舊光芒萬丈，她的鋒利，她的野心，她的舞台感是別人學不來的。趙麗穎也終於沉穩如山，她的耐心，她的韌勁，她的表演厚度是別人追不上的。女性之間不一定要相擁而泣才叫和好，也不一定要競爭的你死我活才有意義。有時候各自發光
互不打擾，已經是最好的結局。更難得的是，他們都從外界的比較中抽身，活成了真正的自己，這才是屬於他們的勝利。